幻獸帕魯 1.0 一不小心就玩了幾十個小時，但如果是要問到它到底是哪裡特別好玩，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樣，一時之間還真的說不上來。抓怪毫無技巧的，就是丟就好了。地圖探索沒有驚奇感，任務更無聊，就是一直折返跑。蓋東西嗎？同類型的話，應該有更多更好玩的遊戲。難道是帕魯很可愛很吸引我嗎？並沒有，我每一隻都不記得名字，到現在還是叫他們帕魯地區的快龍之類的。然後打開社群，看到一堆人在踩寶可夢捧帕魯，甚至還有帕魯才是寶可夢粉絲的理想型這樣的言論出現。這兩個完全是不同的東西，到底是怎麼放在一起比的啦？Hello， 我是 D-MINE， 一個比起評論好壞更喜歡拆解遊戲的玩家。喜歡聽我拆解遊戲機制的話，記得訂閱我的頻道哦。所以帕魯到底是怎樣獲得4000萬玩家的青睞的呢？先講結論好了，帕魯的遊戲設計當然自有他自己的一套，但會紅絕對是依賴着寶可夢的話題性。縫合寶可夢的外表的裁縫師、任天堂的訴訟、對 Game Freak 失望的玩家等等，沒有這些爭議的免費宣傳作為入場券，帕魯大概就是個100-200萬上下小有名氣的獨立作品而已，絕對不會有現在近100同階的盛況。拿掉長得像寶可夢這件事情之後，帕魯跟寶可夢這兩款遊戲根本可以說毫無關係。遊戲基礎邏輯不一樣就先不說了，講個最根本的不同，寶可夢對於廣大的休閒玩家來說，是建立在情感上的培育對戰，最重要的是一起冒險的羈絆。你可能記不得什麼屬性克什麼屬性這種細節的東西，但你永遠都會記得每個世代陪你走到最後的寶可夢有哪一些。而帕魯呢，抓它只是為了經驗值，用完就丟，遇到更強就換掉，他們就只是生產線上的一種消耗品，因為這就是帕魯的核心啊。在寶可夢的外皮之下，它遊戲的本質是開放世界生存公益，更正確的說，它借鑑的遊戲就是 ARK 方舟生存進化。這類型的遊戲，坦白說，主線就是一個無限的待辦清單，獲取資源，解鎖科技樹，然後再找新的材料，做更強的帕魯球，抓更強的帕魯，然後再解鎖新的科技樹，找更新的材料，永遠都有下一件事情在等着你。而原本這類型的遊戲有2個很重要的玩點，第一個是生存壓力，每天都要擔心能不能熬過今晚的那一種，從剛開始命懸一線發展到豐衣足食的成就感。另外一個就是探索的驚奇感，每到一個新區域解鎖新的科技，你都會期待可以拿到什麼有趣的東西，會遇到什麼不同的狀況，會碰到什麼場景，有什麼有趣的怪。然而帕魯在這2個面向都非常的弱啊，生存毫無壓力，死亡懲罰低到幾乎可以忽略，就是要跑是比較浪費時間而已啦。區域探索也非常無趣，地層千篇一律，解鎖科技幾乎都只是上位替換而已，毫無驚喜啊。就連遇到的新帕魯也是一樣，我不會去期待它出現什麼有趣、很酷、很帥，我會愛上他的帕魯，我只會想他的技能有沒有比我家裡的效率更好而已。所以帕魯剩下的驅使我一直玩下去的，就只是那個無限的待辦事項而已。在帕魯之前，同一個團隊有一款遊戲叫做 Craftopia 史詩樂土，它一樣有科技樹建造，然後可以抓怪等等。遊戲的骨架跟帕魯可以說是一模一樣，最大的區別就是史詩樂土走的是生產線管理，你必須要自己設計生產線、規劃流程，有點類似滿意工廠的那種做法，玩起來有另外一種成就感。那當時這家公司的技術也比較不成熟，複雜的生產線物理跟建築邏輯，還有很容易過量的生物繁殖，全部加起來超容易有 bug 的。不過當時玩的也算蠻開心啦，會覺得它是一個粗糙但是很有趣的作品。而幻獸帕魯，我覺得可以說是史詩樂土的改良續作，用帕魯作為核心，把原本的生產線管理簡化到只剩下數值跟效率，甚至只有強弱之分而沒有取捨。這樣的做法確實讓輕玩家可以很好入門，查攻略也變得超簡單的。比起學一條煉鐵的生產線怎麼蓋會比較有效率，直接蓋個火爐，然後抓生火效率最高的帕魯丟進去，是不是只要會讀文字的人就可以上手啦？以一個喜歡拆解遊戲的玩家的角度來看，史詩樂土是一個粗糙但有想法的作品，然後它賣了大概50幾萬套而已。帕魯用幾乎一樣的骨架、簡化系統，換上寶可夢的話題，6天就賣了800萬，到現在累積有4000萬的玩家。它再次的證明，現在遊戲市場炒作知名度可能是最重要的入場券，只要讓人家注意到，然後一堆人剪成短片放上網路，你的遊戲就賺得到錢。而且比起遊戲好不好玩，有沒有深度，很多時候玩家可能比較需要的是一個繼續玩下去的理由而已。不知道大家持續玩帕魯的理由又是什麼呢？歡迎留言告訴我。我是 D-Miner， 我們下次見。